各位好，今天是我们 iPhone 内置 App 的最后一讲，应该也是我们第3季的最后一讲，因为 App 这个东西终于我要把它讲完了。之前的很多讲呢，讲的都是 iPhone 内置 App， 那今天我的标题是原生 App 简介，那我就要先说一下什么叫原生 App 了。我们这个聊的内容是围绕着 iPhone， 那 iPhone 是 Apple 公司生产的一款硬件的产品，那硬件是 Apple 生产的，那如果软件也是 Apple 生产的，我们就把这些软件叫做针对这款硬件的原生 App， 也叫第一方。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第一方、第三方啊，很少有人说第二方。那这边也趁机跟大家简单聊一下这个问题。所谓第一方呢，就是提供服务的、提供产品的这一方；第二方呢，就是使用服务和使用产品的这一方；第三方呢，就是除了他们两个之外的，那叫第三方啊。举个例子，第一方呢，就是 Apple 的 iPhone 和 iPhone 上的这些内置 App； 那第二方呢，就是我、你。我和我们广大听众，我们的用户，这都是第二方，这个是最不会去提的，提的比较少。那第三方呢，就是你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的，除了 Apple 自己的原生 App 以外的所有 App， 那个都叫第三方啊，什么微信、支付宝啊，什么这个都属于第三方啊。所以如果是微信、支付宝你不会用啊，发生了问题想投诉啊，这个呢，你该找谁呢？你找 Apple 肯定是找错人了嘛。但是你别看这个问题，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是，特别是有些年纪大的人不太分得清楚，来我们店里说这个问微信、支付宝这种或者第三方 App 的问题。但基本上我们能解决的是都给解决的，但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谁的东西谁给你提供的服务，谁该对你负责啊？这是第一方、第二方、第三方。那么原生呢，就是第一方 App。那原生 App 里面分为内置的和需要另外下载的。我们把内置的都给讲完了。那需要另外下载的 Apple 原生 App 太多，我在这个网上搜索了一下，我也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也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用过的。但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些我用过的、知道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让各位说，听完我这个聊天之后，你下这个软件去用。当然你想试试也可以啊，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 iPhone 用户或者是 Apple 的用户，当你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平板或者电脑，里面预装了一些你不认识的软件，那我们简单的聊一聊，让你知道一下它是干啥的，不管你用得到用不到。那这个对你来讲，我相信不会是一件坏事啊。那今天我聊的这些软件，基本上都是需要你去 App Store 下载的啊。那我想聊的第一个呢，叫做 TestFlight 啊，这个软件呢是专门为开发者准备的。我见过一些用户里面也装了这个软件，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些第三方软件的开发者，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用户先去尝鲜先去用一下他们未来还没有发布的这种测试版的软件。那如果你要想成为这样的一个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叫抢先体验的这个用户，那么你需要下载 TestFlight 这款软件。那它可以给你的 iPhone 提供一个测试的环境当然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因为测试软件嘛，它没有在 App Store 上架，它也没有办法通过Apple ID 来去下载，所以这是一种变相的可以让你不通过 Apple ID 不登记你的这个不用访问 App Store 去下载软件的一种方式那所以这个呢没有特殊的需求，个人不建议大家去轻易尝试因为毕竟所有的测试软件或者测试系统还是有一定的不稳定或者风险性存在的。那与之对应的呢，还有一款软件叫 Apple Developer， 那这个是专门为给 Apple 的平台开发软件的开发者去使用的。那
还有一个跟软件开发相关的叫做 Swift Playgrounds， 那这个呢是一款在 iPad 上使用的软件。最早呢，这个 Swift Playgrounds 它是一个教学软件，它不是让你在上面直接做编程的，而是让你在上面学习编程的。那学习哪个编程呢？学习 Apple 自家的编程语言。这个编程语言是专门为 Apple 的产品来编辑软件使用的啊。这个语言叫做 Swift。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听过 C 语言啊，再好一点的听过 C++、Basic 啊，再好一点的听过 Java 或者等等等等吧。那 Swift 也是其中。现在比较流行的是 Python 啊，这个你知道 Python 的，那你就十有八九一定会知道 Swift。那 Swift Playgrounds 就是一款在 iPad 上可以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零基础的去学习这款 Swift 语言的软件，但是现在的版本已经可以允许你在 iPad 上直接编程了。这也是一款免费软件，如果对编程感兴趣的，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你可以下载这款软件，让他从零开始学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顺便一提啊，我们 Apple Store 有非常好的免费福利，最受欢迎的就是每一年的这个针对8到12岁，也就是小学生的这个免费的夏令营活动。那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主题就是编程主题，使用的就是这个 iPad 上的 Swift Playgrounds。当然 Apple Store 除了夏令营以外，还有课外活动。这个如果家里有孩子的适龄的儿童有这方面的需求，而您居住的城市正好又有 Apple Store， 你可以到店跟店里的员工进行联系啊。这个是一个题外话。那 Apple 还有一个软件叫 Classroom， 这个是专门为教育准备的。如果你是老师，你们的课堂上全部都是使用 Apple 设备教学，你可以使用这款软件去管理你的教学内容，包括学生的专注度等等等等都可以。那还有像 Apple Configuration 这个是专门为批量的 Apple 设备来去做维护用的。比如说你公司里面有100个 iPad， 你要同时给他们一夜之间升级系统，那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工具的话，你一个一个点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啊。虽然之前我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有一个工具毕竟好一点啊，所以这个是做这个用的。那现在在 iPad 上，因为电脑上的 App 我先略过，之后我们如果开电脑的这个聊天的时候，我们再去聊。那因为我可能不太会开 iPad 的聊天节目了哈。那因为 iPad 跟 iPhone 目前来讲比较像啊，如果未来发生了比较本质的变化，我们再去聊。但是目前来讲呢 ，iPad 跟 iPhone 我把它融到一起，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一个屏幕大点，一个屏幕小点，但是它也有一些区别。比如说，你这刚才我们聊到的 Swift Playgrounds， 它就没有 iPhone 的版本，但是大部分的软件呢，它是iPhone 跟 iPad 都有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的办公软件。Pages、Keynote、Numbers， 这个是 iPhone、iPad 都有的，还有音乐制作软件 GarageBand， 影片制作软件 iMovie， 这个是 iPad、iPhone 全都有的，还有像可立拍，这些都是全有的。那专业领域里面 ，iPhone 里面就有一些缺失了，比如说专业的这个音乐制作软件 Logic Pro， 那这个就只有 iPad 上才有，当然电脑上也有的啊。那还有这个专业视频制作软件叫 Final Cut Pro， 这个也是iPad 版才有。民用版的我们叫 iMovie， 专业版的我们叫 Final Cut Pro， 然后民用版的我们叫 GarageBand 酷乐队，这个专业版的我们叫 Logic Pro。那还有几个软件都是电脑上的了因为我是在网页上看嘛。你比如说有 Xcode 这个是在电脑上编程的，为这个 Apple 的产品设计软件用的。再比如说像这个 Motion 和 Compressor， 这个是
影视领域的做运动的动态的特效的软件和压缩软件，然后还有 Apple Remote Desktop， 这个是这个叫远程桌面，就是我用一台电脑可以访问到另一台电脑的桌面来去远程操控另一台电脑。这个一般呢是在维护服务器的时候会用的比较多，因为一般服务器它是不配这个显示器的，那你可以通过你的一台电脑去访问这个服务器的主机，然后远程的去给这个服务器做一些参数的调整或者是配置等等等等。好，那我想今天这一次呢，我们就简单的把我知道的咱们能聊得到的 Apple 的一些原生的 App 给聊完了。那这一期呢，也是作为我们瓜子泡茶听 iPhone 第3季的圆满的大结局。那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要来到第4季了，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iCloud Apple ID 这些内容，包括 iOS， 将会在我们的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第4季当中为大家呈现。那也感谢所有观看和订阅我的观众和听众们一直以来一路的支持跟陪伴。让我特别暖心的是，有很多新订阅的听众和观众们会去从头开始从我的0007期开始来看我的节目，并且不断的给我一些积极的正向的反馈包括建议，这个都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谢各位。那也希望大家呢一如既往的我们一起陪您聊天下一次我们一起去聊一聊 iCloud Apple ID 这些内容。这是我们的第4季的安排，也特别欢迎各位给有条件的能看到 YouTube 的朋友们进行一些良心推荐在这儿感谢各位。好，那我们第4季再见，拜拜。